少少，陈将军、陈夫人，那日我有紧急军务，没能赶上下聘，实在抱歉。林将军上来都不与人商量，自己拿了主意便是，有何好致歉的？正事要紧，正事要紧。林将军既然来了，便一起用膳吧。秦聪，收拾一下酒坠堂，请林将军过去用膳。不必多礼了，马上就要是一家人了，一起用膳吧。大家不必这么拘束，子慎很好相处的。大家为何不说话呀？那个，食不言，寝不语。我们城市虽是小门小户啊，终究还是要讲究一些规矩的。食不言，寝不语，甚好，甚好。不如子慎给大家讲一件趣事吧。古时有一位书生，最是自私凉薄，从不与人交好，自认为如此就不会损失任何。他所住之村是一座湖心岛，每出岛都需要乘船渡湖。有一日渡湖时，他发现所乘之船被水中石破了一洞。他本可脱衣补洞，却不愿脏了自己的衣服，也不愿废其口舌，就任着洞不断地冒水，直到这船行至湖的中央，众人才发现原来此船一直在漏水，惊呼道：“这船要沉了！”各位猜，此书生如何作答？他答道：“这船又不是我的，与我何干？”那最后呢？此人如何了？自然是淹死了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甚是有趣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！
哈。我看他就是来威胁咱们家的，听着像。来，三兄。多谢林将军。三兄为何满头大汗啊？哦，天气炎热，天气炎热。来，三兄，子申敬你。三兄为何喝得如此快？随便喝2口，解暑降温。多谢林将军。子申再敬三兄，解暑降温。四兄，我喝。先干为敬。爽快。我不胜酒力，我吃菜。好。我听说林家的郎君来了，不得无礼。哎呦喂，真热闹啊！大母没来迟吧？啊？哎呦，你就是林家的郎君吧？啊？是。哎呀，你看看，这眉毛是眉毛，眼睛是眼睛，鼻子是鼻子，嘴是嘴的。哎呀，果然是卓尔不群呐，跟我家老头子不相上下。我看你们说呀，我这辈子看人就没错过。你跟我们家鸟鸟，一个鼻子俩眼睛，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一看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呀。我曾经也这么说过，陈老夫人当真是睿智啊。睿智，睿智，什么意思？啊，我从未见过。是吧？好，我让他们给你们做。阿父啊，我让店家都帮我包好了，届时各家回礼，咱们送去就行。还是你想的周到，省了我们多少事儿啊！师傅，开包茶宴。什么？都说家宅安宁，方能兴旺。我与少商定亲，程家人亦是我的家人。我特调来一队亲卫，每日查探府中出入，确保诸位的安全。啊？我先睡会儿。好，要拉开。哎呀，啊，这个，走。阿雄为何在石头上兜里？阿父，
陈伯父，二兄出征须御马，若下盘不稳，与人在马上对决时，难免有坠马之危。这是我在军中练下盘的最好法子。在我看来，明日当再加一块石，您意下如何？还加呀？说别问。子胜所言甚是，就得好好练一练。是。三兄，你惯用功，手若无力，箭便射不准；手稳，则箭准。你若想百发百中，还需要努力操练呢。其实我根本就不想百发百中。我今日看过卦象，便知今日诸事不吉呀。三兄，子不语怪力乱神，你事事求问神明，不如先跟我。哎，不是，你到底要做什么呀？家人安康，才能诸事吉昌。从今日起，你的家人可同我一同操练。奇妙。少少。哎，我是女娘，我又不用冲锋陷阵。再说，哪有女娘操练的？我与那些迂腐之人不同，我认为，天下男女理应一视同仁，而且，女娘亦有女娘的操练法子。女娘又……二兄，走，还撑得住吗？你跟陈将军一样，都是陈家好儿郎。林树，看，测，测，再来，挺住，测，好，再来，想看。公子，啊，娘娘，陶罐若掉了，明日便增练一颗。我也要练这些吗？我听闻你去年险些害病而亡，皆是因为操练不够。你放心，对你，我肯定是最上心的。大可不必，我是绝对不可能练这些的。哼。你就是如此对我上心的。是啊，你练多久，我就在这里陪你多久。不必，你只需告诉我，我还需练多久？大约1个时辰吧。1个时辰，心动的很。娘娘，程家好儿郎。娘娘，你这个郎婿啊，为父真是招架不住。他将为父的靶子都给射劈了，为父用了20年都不曾射劈过。嗨，娘娘，阿紫生平第一次，不想做听话的女娘了。
阿紫，我的手如今都还抖着，我也当真是没办法。人家成婚是要人，我成婚是要命啊！你成婚要的是我们的命，你还不如一刀给我个痛快呢！不行了，辛苦各位了，我已经命联防去准备冰梅汁了，一会儿就能送来，到时候清热解暑。来了，来了！这便是你说的冰梅汁？我不是让你准备冰的吗？为何是滚烫滚烫的？是我吩咐联防做的。淡冰伤身，刚刚操练完，适合热饮，大家趁热喝吧。不用，又不能退婚，退什么退？退什么退？一个个的蠢货！如此俊俏的郎婿，举着火把也找不到，你们还推三挡四的？阿母，小声点儿，外面都是黑家卫。你们再吃几天饱饭，就不知道乡愁好坏了。想退亲，除非你们从阿母的尸首上过去。没退，没退，聘礼都搬到你屋里去了，哪个能退啊？阿母只管放心。哎呀，夫人呐，可千万不能声张啊！这门婚事是圣上所赐，如果从府里传出退婚二字，圣上会怪罪大人的。到时候程氏别说是鸡飞蛋打呀，连小命都没了。总之，梁子胜，这郎婿我是要定了，你们要退，我就闹死你们。阿母放心，这个郎婿跑不了。阿母回屋歇息去吧。咱们歇息吧。辛苦了，大家辛苦了啊！日后林不疑来咱家，还是你们负责好好招待吧。
这些时日事务太多，我身子也有点乏了，管不了了，管不了喽。娘娘，为父想仔细了，以后林不疑再上门，你就自己招待吧。我们长辈齐齐在场，你们也不好说些亲密话啊。好，就此定了，就此定了。阿父英明。唐子，你总不会留下我一个人吧？娘娘，唐子觉得论舞剑，还是你更合适。我也不是很合适。来，再喝。往日都不见你出门，怎么这要成亲了，倒比往常更自在？从前家里人每个都看着我看书，如今林不疑日日来访，他们躲都来不及，谁还管我？好不容易溜出来，喘口气儿。啊，这多好啊！啊，要成亲就没人管了。那我也想成亲。从前阿母日日管着我，我觉得焦心烦躁。可如今阿母不管我了，我倒觉得这心里面空落落的，好不踏实。你呀，就是成亲前有些焦虑。我前12个阿紫成亲前也是像你这样患得患失的，你以后习惯就好了。不然以后你嫁去林家，还要陪嫁个阿母去不成？如今阿母不管我了，可林不疑要管我呀。我以前觉得阿母的管束令人望人生畏，如今与这个林不疑相比，简直就是不值一提。你怎么提起他就咬牙切齿的？操练骑射。那你想想，他让我们府中上下一同操练骑射。那你是该多练。瞧你那病殃殃、有气无力的模样，我这是睡眠不足，身体不好所致的。我真是不明白，人躺着不好，为何要练骑射？为何？从前阿瑶才不会管我，不会让我做不喜欢之事，也不会管我吃什么喝什么。哪像这林不疑，过午不食，粮物不食，食多了还不能食，他不如饿死我算了。来，再喝。谁爱被管谁得管去吧，反正我不想。他还喜欢讲故事，
恐吓我，吓唬我。他说，若是我不嫁他，就会杀了我全家。他以为我没听懂，我都听懂了。林不疑，可恶至极。看是安阳好，还会陪我喝酒。啊，我也能陪你喝。来，喝，喝。为何盯着我看？因为你奇怪我才看。你说，这林不疑做了这么多事，喜欢的人自然喜欢，这不喜欢的人怎么都不喜欢。那你，喜欢不喜欢？喜欢不喜欢？喜欢是什么滋味？你呀，就把那眼睛闭上，想着谁看到谁，那便是谁。闭上眼。喜欢，不喜欢，喜欢。这下子，我看到林不疑了，他好像坐在这儿。林不疑，家粉，你说我若是看到了林不疑，那说明林不疑又没了。准备，林将军，我敬重你文人刚直，怎可趁人之危呢？林将军，为何行为如此不谨？你们呀，一看便知是趁人之危，行为不谨的是我们袅袅啊。你看，在下并非只带回少商一人，万家娘子也在马车之内。啊？什么？七七也醉了？丢人丢一双。不若这样，林将军先将袅袅教化于我，待他酒醒之后恐怕不行。啊？少商与林将军虽已定亲，但终究还未曾成婚，还请林将军放手，将他交予他阿父，待他归家。陈夫人，并非在下不放手。陈夫人，您看。哎呦，陈夫人，那在下先送少商回屋了。那就劳烦林将军送袅袅回屋。和莲房，你跟着一起进去帮忙。是。多谢陈夫人体恤。告辞。哎呀，哎，自己的女儿如此不懂事儿，又能耐得了何人？我乏了。将军，你别忘了去帮宋儿送七七回万家。
这臭小子还未从车中出来啊，该不是也被人搂着不放吧？你这个疯小娘，再不松开，我就将你绑了送皇安伯父，让万老夫人治你。你以为我怕我阿父和大母不成？我万13怕过谁呀？这是打起来了。万七七，我要断子绝孙了，你陪我！不准再闹了，不然看我们治你！你还制服我呀？我万13白家军里边同吃同住了啊！如今这些小女娘啊，个个凶悍，还是我家夫人温柔善良、贤惠淑德，天下难寻啊！你们俩，快去备些伤药。是。再去备些醒酒汤。是。踹人啊你！你还要名声吗？你再喊，我就救什么救你？来人！来！你说，是林不疑扛我回来的？明公子，你日后还是莫要饮酒了。昨儿林将军哄了你一整晚呢。快走！哎，慢点。走，快，赶紧走！醒酒汤，先喝了吧。你是不是怪罪我，平日拦着你喝酒，所以干脆一次喝个痛快？这是我命宫中医官配以珍贵药材做的桃花酿，入口醇香，也不容易喝醉。你以后若是馋酒，就喝这个吧。我不是要拦着你去做喜欢的事，我只是不希望你弄坏了自己的身子。这酒不好，比起桃花酿，我更喜欢千里醉。你若是不喜欢那味道，我可以命孙医官再改。还是你觉得不合适的不是这酒，而是我？你内心抗拒与我成婚，所以只要是跟我有关的事物，你都反感，哪怕内心欢喜，也要强忍着拒绝，是吗？少商，我已经在改变了，你为何还要排斥我呢？我们本就不是一路人，林将军权势滔天，而我一无所有。你并非一无所有，我也并非万事不缺。少商，你有你的阿父、阿母、阿兄，这个家里所有人都真心待你。我不曾拥有这些。你我并非是同路人，就算我有亲人又如何？这是我的家，不是你的家；这是我的家人，不是你的家人。确实，这家是你的，家人也是你的。我自幼在军中历练，习惯军令如山，
行动多为下达和执行。少商，我不是想强迫你或者掌控你，我只是还没有习惯凡事都与人商议。这么些年来，我从未真正有过家人，更不知如何跟家人相处，所以我更想学会融入。你说我不懂你，以权势压迫你，我只是想让你和你的家人知道，我也是个寻常人。我林子胜也是想和你过寻常日子。可你对我的生活来讲，只有压迫。女公子，你都做了一早上了，要不用点早膳吧？我不饿。怎么可能不饿？你昨夜吃的东西全都吐干净了，如今腹内一定空空。我昨日还吐了。可不是嘛，林将军帮着收拾了一夜呢。女公子，你不知道昨夜莲芳有多担心。你昨夜又是哭又是笑，又打又踹，还逮谁咬谁。除了林将军，怕是没人能受得住。我都担心林将军一怒之下把你给砍了，可没想到他愣是陪了一宿。他一宿都没睡，哪能睡得着啊？你闹成那般。不过，你倒在林将军身上，倒是睡得挺香的。
女公子，你去哪儿？我去找阿母。这鞋是谁的？林将军说，怕你又吃足贪凉，特意猎来巨蟒做的这双蛇皮履，不会闷热，又不会太凉，说四季都能穿。袅袅，你可愿听为父一言啊？这事林不疑没有错，为父也见过几次你们相处啊，你二人言笑晏晏，相谈甚欢，谁也不是瞎子。就算不是男女之情，仰慕总是有的。你说的人家心头火热，然后人家向为父提了亲，我也答应了。婚约既成，林不疑究竟何错之有啊？我没说他有错，我只是觉得现在的生活跟我想象的不一样。我想要的，这世上人人都想照自己的心意行事，可是又有几人能办得到呢？为父托大一句，怕是贵为九五之尊的圣上，也有无能为力之时。袅袅，你觉得，就算你不嫁给林不疑，你就能过上你自己想要的日子吗？我觉得他不会为难我。你这么笃定他不会为难你，仗的是什么？不就是仗着林不疑喜欢你，恃宠而骄吗？你既然都答应了这门婚事，如今又踌躇，这并非君子所为啊。袅袅啊，我与你阿母啊，并非贪恋功名富贵之人，其志之初，本是想守着乡间平安，保家小文族。这20余载，我们活里学里拼杀，没有身死家灭，还混出些名堂，也算知足了。大不了这官不做了，咱们回乡间做田守翁去，啊。这女子嫁人，自古就便如新生，一步错，是终身错。富贵权势与你的终身幸福相比，不算什么。袅袅，若你真心不愿意和林不疑在一起，我与你阿父就算是撇下这一身官职不要了，也一定会保你，去推掉这门亲事。当下，你跟阿母说一句真心话。你当真不喜欢林不疑，当真不想与他在一起？这世上本就没有完美之人，就连你喜欢的郎婿，也不一定能全部符合你心意。就连我与你阿父，也是在磨合当中，才做成了圆满夫妻。这一世，若能嫁你动心之人，何其难得！阿母希望你想清楚，再做决定。无论你如何选，阿父阿母都支持你。
你这么笃定，他不会为难你。仗的是什么？不就是仗着林不疑喜欢你，恃宠而骄吗？你既然都答应了这门婚事，如今又踌躇，这并非君子所为啊。林将军说，怕你又吃足贪粮，特意猎来巨蟒，做的这双蛇皮履，不会闷热，又不会太凉，说四季都能穿。喜欢的人自然喜欢，这不喜欢的人怎么都不喜欢。那你喜欢还是不喜欢？这世上本就没有完美之人，就连你喜欢的郎婿，也不一定能全部符合你心意。杀！就连我与你阿父，也是在磨合当中，才做成了圆满夫妻。这一世，若能嫁你动心之人，何其难得！当下，你跟阿母说一句真心话。你当真不喜欢林不疑，当真不想与他在一起？我就是倾慕你许久，但你却对我毫无兴趣的十一郎。太晚了，睡前进食过多，容易积食。程娘子窃听军机，去了廷尉府，也做不了刑讯官，只能做清饭。什么窃听军机？林将军，您莫要胡说。林不疑，嘿嘿嘿，准备。哈。关于我定亲一事，还有何事要问？一并问完。
别再为难我家媳妇。别动，抓紧我！疼吗？你说疼吗？那就好。林将军，我自己。你坐好。方才林将军说的甚有道理，天有道，自不会让有情人分离。别怕，我来了。圣上。少商或许不是所有人心中的乖巧女娘，但在我的心里，她就是这全都城、全天下最好的女娘。她天真果敢，敢爱敢恨。是最能与我并肩同行之人。此胜此杀，非他不娶。阿伽罗。阿范罗，我决定了，我嫁。
怎么回事？邵主公，我已寻到当年的义士，他在军中曾见到那些被派去查探瘴气的将士们的坐骑，倘若人因瘴气所杀，马必不得幸免。他心生疑虑，暗自查探，发现那些将士皆死于刀伤。害怕之下，他卸甲归田，隐姓埋名。我本想带他见邵主公的，无奈还是被他们发现了。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你们究竟是何人？小心喊我！喊我！喊我！邵主公，属下已将刺客尸体处置，只是我们查过刺客出身，全无线索。那些刺客刺杀韩武，用的是军中围困轻敌的阵法，而这些毒针，每根中空且内藏毒质，非寻常铁匠能制，因也是军中之物。竟是军中之物。不过各地驻军众多，随行的武将也不少，我们该从何查起啊？此次韩武已经查明，当年那批被派去查探瘴气的士兵一个未归，可他们的坐骑却都回到了军中。既有如此大的疑点，小月侯为何不报？他不仅不查那些兵士的真正死因，反而将此事快马告知老钱安王，劝其也暂缓救援。而且已经查清了，那些兵士并非死于瘴气。邵主公觉得是小月侯故意杀人灭口，可那些都是他自己人啊。他为坐视瘴气之时，掩人耳目，杀人灭口，是他拖延了救援，致孤城城破。韩武之死，证明他也知晓背后有人在查此事。接下来，我们不能明察，只能暗访。我们要加倍谨慎。邵主公，圣上令孙医官来为你查伤，可要让他进来。不见。圣上说治不好，孙医官提头去见。圣上说了这么多年了，可曾真的摘过谁的脑袋？不见，就是不见。你怎么起来了呢？陛下要在屋里练功，妾就不妨碍陛下了。妾去测点水局。来，走啊！朕啊，也是担心子生。你说，他这伤了腿了，也不告诉朕。朕这一想起来呀，也是寝食难安呐。子慎哪次受伤了不是自己扛？若为这般就愁得睡不着觉，那陛下夜夜别睡了，修仙得了。这次可不一样啊。他不仅蛮伤，
还欺君。哟，这闷葫芦开窍了。说来听听，他都欺骗陛下什么了？他说他这伤是骑马摔伤的，可鬼才信呢。子胜，自从6岁开始，上马如飞啊，不曾摔过。骑马摔伤的？哎，听说呀，他摔伤之前还去见过程娘子呢。指不定啊，他就是怕朕责罚程娘子，才故意欺瞒朕的。在土高山便是如此吧。朕问程娘子一句，子胜护着他，能顶朕10句嘞。如今呐，子申心里有了程娘子，就没有朕喽。陛下，谁还不曾年轻过？当初，陛下对妾，不也是这般吗？那不一样了。我们2个那是两情相悦呀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这个程娘子啊，一个木头不开窍啊。你说说看，子胜伤了腿了，是不是应该登门去看看他呀，探望一下呀？没有。当然了，估摸着子申呐，连程娘子也是瞒着的。还记得当初，陛下就算是脖子上被蚊子咬了个包，都会想方设法的让妾知道。若是程娘子不知道子胜的腿伤，那子胜这腿不是白伤了吗？对呀，对，他不知晓，朕便让他知晓。明日朕让程娘子入宫来，也把子胜也叫上，务必让程娘子啊，当着朕的面如朕一般心疼上一回。陛下，那现在能不能也先心疼妾一回？能。见过三公主。程娘子，又见面了。听闻11郎去你家下聘了，你便是靠着这张脸勾引的11郎吧？敢问三公主，何为勾引？我说是什么就是什么，叫你大话，你竟敢违上！来人，掌嘴！住手！洛娘子辛苦，我有话要与三公主讲，还请屏退左右。他说你什么了？我听说他狐媚脚快，昨日还连累你伤了腿，他根本配不上你。子少，其实我一直都很后悔，你过去待我很好，可我年少时不懂怎样才是好郎。
子胜此生，除他以外，再无旁人。不怕伤上加伤啊？嗯？昨日还对我冷言冷语，怎么今日就知道关心我了？谁关心你了？我们好歹是未婚夫妻，我是怕没有照顾好你，身上迁怒于我。听着，我知道你嫌弃我处处约束于你，处处压迫于你，但即便如此，我也不可能放你走。你就像观中供奉的神像，受人敬畏膜拜。如今神像要与我成婚，还要跟我一起同吃同住，就不允许我犹豫一番吗？你这人就是如此，志足以居谏，言足以是非。这话我听懂了，阿母也常这么夸我，看来你们是同类人。你大可以对我冷嘲热讽，可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尽兴。少商，我认准了你，那往后只能是你。你要是想退婚，大可去圣上面前退。这个婚，我凌不疑绝对不退，即便圣上重罚，我也不退。谁说我要退？我也不退。我想通了，只因我从小不被人疼爱，我也不知如何爱人，难免关于质疑你的用心。可是回想往日，你待我真的很好。我要是再一味抗拒，倒是显得我有些铁石心肠了。你伤如何了？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我在猎物受伤之时，你还知道关心我一句，痛不痛？你是不是怕圣上责问你，更胜于我？你哪有圣上可怕？陈少商，我知道，你总会质疑你我并不平等，总忧心我会压迫于你。我今日想告诉你，我凌不疑将你视作武器，我所有的一切皆属于你。日后，我也只会用权力来护你，绝不可能压迫于你。我会让你相信的。信不信，看你日后表现吧。以后，你想吃便吃。
今日这里行得还算可以啊。你告诉朕，日后该如何成为子胜的妻子啊？得先成婚。完了。回禀陛下，臣女愚钝，不知陛下之意，方才妄言，还请陛下恕罪。朕问你，你礼仪粗疏，才学不显，可子胜呢，国之栋梁，朕视其如亲儿一般。你觉得你自己和他般配吗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孙医官刚才还说你的腿伤又加重了，你不好好回去休息，跑这来干什么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子胜前来，就是想同心腹一起听听陛下究竟想问什么。哎呀，那好，你腿伤就别跪了，坐着说啊。你也坐着，都坐着，好不好？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坐吧。说吧。陛下明鉴，臣女阿父阿母在臣女襁褓之时，便出了都城去征战，家中只留下了年迈话多的大母，还有并不贤良的二叔母。这些年，臣女识得的字不超过100字，识得的书卷不曾看过书卷。如今阿父阿母回来了，就是觉得臣女过于粗鄙不堪，所以才教了一些书文。林将军是武将，我想林将军定是不喜欢学问太高的女娘。全都城里，就我没有学问，想必还是比较般配。胡说八道！子胜，学富五车啊，怎么就配不上那些高学问的女娘了？啊，对，陛下说的对，我也是如此想的。若是以前，我能知道日后林将军会亲眼于我，我定会日夜苦读，冬夏不辍。可如今不是也没有机会了？陛下，少商年纪虽小，但却如此谦逊自知，不卑不亢。子胜就喜欢他这样的。孔夫子云：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智也。”难得你这么小的年纪就懂这个道理。你不要允，程氏，这婚事啊，既然已经定下了，你日后呢，就应该多想想如何弥补自己的不足，而不是在这里自轻自贬。倘若如你所说的真的如此不堪，那娶你的子胜又算什么呢？如今子胜在外立府，一言一行颇受关注啊。你作为他的心腹，将来里外操持更要谨慎周全呐。万一有什么差错，丢的是子胜的颜面。所以啊，你来皇后宫中聆讯吧。须得加倍用心勤勉，莫以自谦之名行推诿之实啊。至于细则，那就听皇后吩咐便是了。啊，就这样，没有别的要说了吧？啊，想说什么就说吧。陛下日理万机，今日难得有空。陛下，臣女今日想告一个人的状，不知可否？
胆子真大，这才面圣3回就敢告御状了。你可知，谏言出告是大事，稍有不慎就是重罪。陛下所说的朝廷大事我不懂，不过我今日要告的是小儿女之事。然虽是小儿女之事，但天下若干大事都是以小儿女之事引起的。林将军常说陛下宽厚，视若为亲父，所以今日我斗胆也视陛下为长辈，也不知合不合礼数。若是不合礼数的话，我便就不说了。哎，合。说。臣女今日要告的是车骑将军王纯之女王琳，告她言行无状，在娄家婚宴之上诽谤于我。啊？铸币权之事，我自会寻机会去说。那彭大人允我之事呢？可曾关照妥帖了？文修君放心，小王爷产业在寿春境内，我家家主一定会护他安然无忧。但索要属地铸币权并非小事，文修君可得小心斟酌言辞，稍有不慎，那就是性命攸关的大事。区区铸币权而已。乾安王府虽无往日的风光，但是对皇后的恩情尚在。她宣誓流落我家，若非我阿父把她送与当今的圣上为妻，她何来今日的母仪天下？我阿父更为了文氏的江山命丧疆场。这些薄面，我还是要的。如此甚好。此乃小王爷托我给夫人带来的家书。家主深知此事令文修君为难，然小王爷生活艰难，多年不治新衣，捉襟见肘，为勉强度日，只能过午不食，闭门不出。小王爷真是无奈，才不得不提出非分要求。如今朝廷归文氏，普天之下姓文者得贵。若非乾安老王爷去世的早，小王爷何至于窝在寿春苟活？天下本该是我乾安文氏的，可偏偏我们姐弟却活得如此辛苦。阿母，阿父让我来寻你说。阿母，阿母屋内竟有客人吗？阿母的规矩你都忘了吗？进来也不敲门，还不给我退下！慢着！这便是女公子吧？果真是位如花似玉的小女娘啊！区区见面礼，女公子莫要嫌弃。女公子急忌了吧？
说来，家主夫人去世已有1载，灵儿尚幼，我和将军还想留她在闺中多些日子。再说，彭大人的年纪与我夫君相仿，怎好隔辈娶亲呢？年纪大有什么关系？知冷知热，会疼人呐。彭大人的喘疾还很严重吧？他这副身体，何必苦苦想着娶新妇呢？文修君切莫忘了，我家家主是为谁落的身体残疾？若非当年我家家主不顾瘴气，将老乾安王背回，怎会落得自身残疾？这些年未有子嗣，也是因此而来。此恩，天下人可以忘。文修君，切莫忘记才是。我自不会忘。我会在都城帮彭大人寻觅新妇，唯灵儿不行。小王爷人困寿春，难免会思念亲人。若能常见到亲生女，心中也许会宽慰。我家家主与小王爷虽是异姓兄弟，终究亲密有间。若能联姻，那就是割不断的血脉亲人，岂不会为小王爷驱使？你与王娘子之间不过是些口舌琐事，何必拿到陛下和皇后跟前说呢？徒扰帝后清静。陛下和皇后视子慎为亲子，也就是我们的长辈，这种家事，自然要与家长说。单说无妨。那日，王娘子与另几个小娘子当众指责我狐媚做作，卖弄柔弱。吾还当是什么呢？原来是这些争锋妒忌之言。敢问太子殿下一句：若臣女当真是狐媚做作，那受臣女蛊惑的林将军，算是什么？给我们赐婚的陛下又算是什么？若此状我不告，那林将军岂不是要担上一个耽于美色、受人蛊惑的名声？陛下，我与王娘子的确是口舌纠纷，但陛下也知道，然3寸之舌，仍可坏事乱国。陛下的家事就是国事，家事不宁，国事不安。于家于国，此状我都是要告的。我其实也不想一直抓着王娘子的错事不放，只是这王娘子对子慎一直颇为执着。若此事我又忍了，她便还会对我纠缠不休。若是犯了更大的错，那岂不是小事化大？如今我告了她，就是大事化小。少商说的没错，自从子胜和少商定亲之后，这阿玲在人前人后多少次愤愤不满，一劲地说少商配不上子胜，这些我都有听说。你说是不是？妾也略有耳闻，在都城众多迷恋十一郎的女娘中，王玲也算是有名的。哼，你们说的都对，这怪谁呢？不过呢，这阿玲啊，的确需要好好的教导一番啊，免得日后再生出更大的祸事来。这就让曹成跑一趟车骑将军府吧。少商，
余与陛下商议过了，你既要嫁与子胜，自是不能半点不失宫中规矩。不若接下来这段时日，你就住在长秋宫里，余也好慢慢教导你这宫中的礼仪规矩。可是什么？皇后亲自教导你，莫非你还不乐意啊？陛下，皇后，许灵侯夫妇在外征战10余年不曾回家，少商自幼与父母聚少离多，待他与臣成婚后，更是难以承欢膝下。少商舍不得父母家人，臣亦舍不得他受这离别之苦。臣认为，不如就让少商住在家中，每日由臣送他来长秋宫学习规矩便可。哎呦，亲自接送啊！子申觉得不辛苦，那也不是不可以。那就按陛下的意思，子申每日辰时之前送少商至长秋宫里，申时末出宫回家，每旬休1日，如何？是。舅父都带得，你为何带不得？丞相上嫁与林不疑，我却要下选这蛮荒之地，凭什么呀？他本就瞧我不起，两相对比，岂不是更会嘲讽我？不过是个君父之女，值得你这般在意吗？你若是嫁给彭坤大人，天下谁敢笑你？彭大人是我们乾恩王族的恩人，你不嫁也得嫁。我不要，阿父，阿父，我要嫁出寿春，再想见阿父就千难万难了。阿父，你可任性啊！夫人，你我婚后只得此女，怎么嫁去寿春，嫁给彭坤受苦啊？我母亲乾王的祖宗基业都在寿春，以我幼弟现在的能量，东山再起不过虚名。到时候，全天下的女人都会艳羡我们女儿嫁到了寿春，这区区都城算什么？舅父要当真有本事，就不会窝在寿春受血于彭坤这么多年。放肆！我们乾安王族不过是一时虎落平阳罢了。当年如果我们没有乾安王族，当今圣上又岂能得100万雄兵，收平立地余孽？就连皇后也不过是仰仗着我们家的收留，才能苟延残喘到今日。我族子孙为天下捐躯，现在就剩下你舅父一个人了，全天下都欠我们温家的，而你们王家人没有资格嫌弃。曹常侍携圣上口谕到。王夫人，还请跪下领圣上的口谕。身为乾安王族后人，
岂能给一个阉人下跪？王夫人，您这是对圣上的不敬啊！放手！圣上说，王氏女灵，德蒙祖荫，性交行户，如娄氏婚，抵程氏女，车骑将军王纯，失管少教，致其无礼无度，失德失责，念及宗亲，则妇女自省，以儆效尤。王夫人，谢恩吧。啊！夫人这般做什么？灵儿有错，只管约束管教，为何当众动手？素日里是怎么教你的？你身上淌着我亲儿子的血，谁要是欺你如女，你大可打回去。平日里你可以跋扈，可以嚣张，可以目中无人，但是不能像今天这样丢人。圣上居然为了个军户之女这么为难，那宣氏也不拦着。若不是我跟圣上同宗，便是我做皇后，轮不上他宣圣安。走，我带你进宫找他宣礼去。进宫。可圣上勒令我说居家反省，你应该是抗旨。圣上我都不怕。我怕，我们王氏都怕。你们一个个都怕，骗我不服！